30岁还没结婚，就该被扫地出门。30岁被催婚，降薪挨骂，只能唯唯诺诺。不，我们偏不信邪。急诊科的夜班真不是人上的。陈佑，你大清早躲厕所干嘛？掉坑里了！甲方凌晨3点发来修改意见，说我的文案缺乏一种高级感。我坐在马桶上想了3个小时，不仅没想出高级感，还把腿坐抽筋了。给你1分钟，立刻马上爬出来，不然我就破门进去。我身上全是消毒水和急诊室的味儿，再不洗澡我要发霉了。都别抢，我赶6点半的早批尾货，必须先洗漱化妆，晚去一步爆款就被别人抢光了。梦姐，我可是刚从死神手里抢回几条人命的白衣天使，你就不能优待一下战斗英雄吗？我就冲个澡5分钟。少来这套，这批秋装尾货就今天早市放货，全市场的人都盯着呢。等我洗漱完装完样衣，你再洗。行了，换你了。先洗手。还有，昨天的水电费账单出来了。陈佑，你这个月熬夜费电严重，多摊30块。林晓，你上个月带回来的急救包占了公共医药箱的位置，扣你10块钱房租。梦姐，你这是往死里薅啊！梦姐，我那是为了工作。工作也不行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30多岁的人了，连自己的作息都控制不好，怎么控制人生？赶紧吃，吃完该睡觉的睡觉，该改稿的改稿。我赶完早批，中午带新款样稿回来给你们看。我走了啊，锅里温着皮蛋瘦肉粥。林晓，你喝完再睡，别空着肚子熬出胃病来。知道了，梦姐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梦姐早去早回。喂，妈。佑佑啊，你在家吧？我给你安排了个相亲对象，叫王强，是个部门经理，人家正好去你们那附近办事儿，顺道去看看你。现在估计已经到你们小区门口了。什么？妈，你这也太突然了！我还在改稿子呢，哪有直接跑到人家楼下相亲的？改稿子？你那破稿子能改出一个老公来吗？你都32了，陈佑，你那些初中同学2胎都会打酱油了。人家王强条件好，不嫌弃你年纪大，工作不稳定，你别不知好歹。妈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赶紧下去，别让人家等急了。32岁像个烙印刻在我身上，在爸妈面前，我永远抬不起头。我重度社恐，连跟外卖员说话都紧张，更别说见一个陌生的相亲对象。知道，这不是我妈非逼着我来看看吗？对，32了，是大龄剩女了。职业说好听点叫自由撰稿人，说难听点就是待业青年呗。不过也有好处，她父母都是老家体制内退下来的，有退休金，以后不用我负担。这女的年纪大了，肯定恨嫁。听说性格软，好拿捏。到时候结了婚，彩礼随便走个过场就行，房子肯定不能加她的名字。行了行了，我全当做慈善，见一面就走。做慈善，大龄剩女，好拿捏，每一个字都扎在心上。佑佑，小王这人可能说话比较直，但他有车有房，条件真的不错。妈知道你不想去，可是爸妈总会老啊，我们就是怕等我们走了，你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。你别任性，就当是为了让妈放心，去见见好吗？我不是不想结婚，只是不想在别人的标准里被挑来拣去。我熬夜写稿拼命赚钱，就是想活得有尊严，可在爸妈眼里，没结婚我就是个失败者。林晓，你少给我装，这批货我可是抢了一上午，你赶紧帮我拎2个袋子。梦姐，我可是大夜班刚睡醒就被你叫起来，我这双手是拿手术刀的，现在都在抖。哎，你们俩走路看着点，别往我身上撞啊！我这衣服可是几千块的牌子货，这都什么破小区，住的都是些什么没素质的人。别冲动，看那儿。你就是那个来找陈旭相亲的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是陈玉他妈介绍来的优质对象，你们是谁？我们是他的室友兼监护人。既然都到楼下了，那就上楼喝杯茶，让我们好好给你把把关吧。王先生，随便坐。陈佑啊，刚才在电话里你也听见了，我是个实在人，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。你今年32了，在婚恋市场里这已经是触底的年纪。我呢，好歹是个部门经理，有车有房。我妈说你性格老实，适合过日子，所以我才愿意来看看。贬低的话像针扎过来，我想反驳，可喉咙里像堵了东西，发不出声。你干什么？我可是来相亲的，不是来看病的。相亲不就是为了优生优幼，组建健康家庭吗？我看王先生刚才中气十足的指点江山，我还以为是个什么高质量人类呢。现在凑近了一看，王先生，你这身体状况堪忧啊！你胡说什么？我身体好得很，我每年都参加公司的马拉松团建。是吗？
眼白泛黄，骨骼黄染，伴随面部皮肤暗沉出油。你平时没少在酒桌上拼命吧？指外门指标查过没有？看你这肚子的维度，典型的象精性肥胖，中度甚至重度脂肪肝跑不了了。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！男人到了30多岁，哪个没有点应酬？应酬可以理解，但这不仅伤肝，还伤肾。你放开！别动！甲床苍白，毛细血管回血时间超过3秒。王先生，你平时大脚趾是不是经常红肿疼痛？半夜还容易惊醒？这事我连亲妈都没说，她怎么会知道？典型的尿酸过高、痛风前期症状。不仅如此，你刚才说话的时候，呼吸频率比常人快，还伴随着轻微的喘鸣音，加上你这严重后移的发际线，熬夜、酗酒，雄性激素分泌异常。王先生，恕我直言，你不仅肝脏负荷过重，这肾虚的毛病恐怕也有点年头了吧？肾虚！你这个疯女人，你懂不懂规矩？陈佑，你就看着你的室友这么侮辱你的相亲对象？王先生，小小她是梧桐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最优秀的护士长候选人，她很专业的。讳疾勿医，对身体不好。你们！哎呦，王先生别生气嘛，小小就是这个职业病，看见谁都想给人做个全身体检。来，喝口茶降降火。话说回来啊，王先生，咱们既然是奔着结婚去的，身体是一方面，这经济账咱们是不是也得算清楚？毕竟我家佑佑虽然老实，但也不能随便被那些外表光鲜、背地里一屁股烂债的空壳子给骗了。您说对吧？王先生，别紧张，咱们就是随便聊聊家常。刚才听您在楼下打电话，说自己有车有房，是个部门经理。这年头经济大环境不好，您这条件听起来确实挺唬人的。哪里，都是个人奋斗的结果。所以我说嘛，陈局跟我在一起，绝对吃不了。是吗？您这件 polo 衫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是某品牌前年的清仓款，吊牌价应该不超过200块。您手腕上这块表是入门级的精工机械表，二手市场也就1000出头。你一个女人懂什么？我这叫低调，我把钱都投资在固定资产上了。对，咱们聊聊固定资产。您刚才说房子是您父母付的首付，名字只写了您一个人的。看您工作这片区域，稍微像样点的小区，首付掏空了2老的养老金吧？那按理说每个月的房贷至少在6000以上。那是合资品牌 B 级车的钥匙，这车落地价怎么也得20大几万。看您这精打细算的穿搭风格，全款拿下的可能性不大，估摸着每个月还得还个3000块左右的车贷。您刚才说自己是部门经理，但梧桐市这几年的行业薪资我门儿清。您这个年纪，这种职级的平均薪资，撑死了税后12000，等于3000。王先生，您每个月兜里只剩下3000块钱可支配收入，还要交物业费、停车费、油费、应酬费。恕我直言，您要是这个月多生病去几次医院，您连泡面都吃不起吧？所以您根本不是来找老婆的，您是想打着相亲的幌子，找一个不图彩礼、不需要在房产证上加名字，还能自己赚钱倒贴生活费的免费保姆。哼，顺便还能伺候您那掏空了钱包的父母。你们简直不可理喻！陈佑，你看看你交的都是些什么市井泼妇？你以为你是什么抢手货吗？32岁的老女人，天天躲在这破出租屋里敲键盘，除了我，谁还会要你？你今天要是纵容他们这么侮辱我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嫁出去！王先生，我今年确实32岁了，我没有车，也没有房，但是我凭自己的本事赚钱，我不欠1分钱的外债，我身体健康，没有脂肪肝，也没有痛风，我每天靠自己养活自己，干干净净，坦坦荡荡。我可能确实不符合你们婚姻市场上的优质标准，但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，也绝不会去填你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坑，更不会去当你的免费提款机和护工。现在，请你离开我的家！疯了！你们3个老女人都疯了！悠悠，哭什么啊？刚才怼那个渣男的时候不是挺飒的吗？简直帅呆了好吗？我就说嘛，咱们屋里的人哪有任人欺负的道理？原来我不是孤身一人，婚姻给不了的安全感，他们给了我直面恶意的底气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再哭就要变成大眼萌妹了。走，梦姐今天心情好，请你们吃大餐。好耶！我要吃天台上的炭烤五花肉，配冰镇啤酒。没问题，管够。不过刚才摔门那一下动静太大，估计邻居有意见。林晓，待会儿你去楼道里喷点消毒水，除那个渣男的味儿。收到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吃，梦姐，你这手艺绝了，比楼下老李大排快餐的强多了。废话，老李那肉是用鸭肉拿羊油泡的，我这可是去菜市场抢的新鲜五花肉。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这顿成本加起来不到80块，比去外面吃省了至少200，省下的钱又能多拿2批新款样衣了。来，悠悠，别光愣着，吃串排骨补补你今天死掉的脑细胞。悠悠啊，小王说你们见面不太愉快，
他这人就是心直口快了点儿，你怎么能联合室友把他给赶走了呢？你这孩子脾气怎么越来越犟了？你都32了，错过这……妈，我见过那个王强了，他不是在找人过日子，他是在找一个自带口粮、不图房子还能伺候他父母的免保姆。他甚至当面骂我是老女人。我知道你们一直催我，是怕我以后老了没个伴儿，怕我在这个城市受欺负没人护着。但是妈，就算我今天结了这个婚，真遇到事儿了，那个算计我的男人也不会保护我。妈，你看不到，但我现在过得很安全，也很踏实。我靠自己赚钱，一分钱不欠别人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我遇到事的时候，有人比亲人还要护着我。今天如果是您在场，看到他那么欺负我，你也一定会拿起扫把赶他走的，对吧？所以，以后这种不经过我同意就强行塞过来的相亲，我不会再去了。我保证会照顾好自己。等年底稍微闲一点，我回家看你们。我爱你们，但我得按我自己的方式活。我操，啾啾帅啊！我还以为你又要妥协呢。这番话有理有据，不卑不亢，简直是清醒大女主发言。说得好，女人30怎么了？30岁正是搞钱的大好光华。谁规定不结婚就要被扫地出门的？对，去他的相亲男，去他的催婚，咱们3个在这个破小区里照样能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来，既然今天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咱们立个规矩。第一，在这个屋檐下，咱们互不干涉彼此的隐私。第二，该交的水电费和房租1分都不能少。第三，以后谁要是再遇到王强这种傻叉，或者不管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，另外2个人必须无条件抄家伙上。互不干涉，绝不旁观。2万块尾款，下个月房租、年度体检费，全靠这笔钱了。陈佑，你发过来的这叫什么东西？我让你写的是一生一世的浪漫，你通篇写的是什么责任、契约、细水长流？这能打动现在那些冲动消费的小年轻吗？刘总，结合咱们产品的受众调研，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婚姻中的情绪稳定和契约精神，所以……你别跟我扯什么调研，陈佑，我实话跟你说吧。打一开始我就不该把这个项目交给你。你今年32了吧？连个男朋友都没有的大龄单身女青年，你能懂什么叫浪漫？你写出来的每一个字，都透着一股嫁不出去的枯燥和绝望，这根本不是我们要的高级感。我们公司不养闲人，这第18版方案依然是垃圾，尾款2万块我们是绝对不会批的。之前付的3000定金就当是打发你的辛苦费了。合作到此为止，不要再发消息过来了。怎么能这样？我们明明签了合同的。不好意思啊，美女，我们要打扫卫生，准备闭店了。难道没结婚就是残次品吗？我熬的夜，写的字，就因为32岁单身，活该一文不值吗？锅里温着皮蛋瘦肉粥，改完稿记得吃。佑佑，你大半夜在门口搞什么行为艺术？哎呦我的老天爷，你这是掉河里了！怎么淋成这样也不去洗澡，蹲在这儿干什么？梦姐，小小，我是不是真的很没用？我是不是真的因为32岁没结婚，连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垃圾？谁放的屁？哪个不长眼的说的？先别说这些，小小，去把热水器开到最大，冲一包感冒药。佑佑，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去洗个热水澡，有什么天趴下来的委屈，洗干净了。喝了热粥，咱们再慢慢算账。30岁大龄女青年的枯燥和绝望，这人是不是脑干缺失？他以为自己是谁 ？PUA 到我们急诊科家属头上了！我今天非去给他做个体检，看看脑子里面装的是不是豆腐渣。行了，收起你那套暴力美学，别动不动就体检。佑佑，你过来。我昨晚连夜把你这份合同研究透了，你们签的是按件计酬的劳务合同，
你的第18版方案完全符合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，他以主观理由拒付尾款，还人身攻击，属于恶意违约。可是梦姐，像他们这种小公司最擅长耍赖，为了2万块去跟他们扯皮，时间成本太高，我耗不起的。姐才不跟他们扯皮呢，对付这种欺软怕硬的角色，撒泼打滚正中他下怀。咱们今天要教他什么叫做降维打击。你们找谁？有预约吗？找你们刘总。如果他现在在喘气，就让他赶紧喘，因为5分钟后他可能就没机会喘得这么顺畅了。哎呦，干什么？你们谁呀？刘总你好，我是陈佑。关于您昨晚以涉嫌歧视和人身攻击的理由，单方面拒绝支付我2万元尾款的行为，我们现在进行正式的维权交涉。本次交涉全程录音，将作为后续证据支撑材料。哟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？找了2个帮手就敢来这儿横录音？你去告啊！我告诉你，方案我不满意就是不满意，1分钱都没有。保安呢？把这3个女的给我赶出去！刘总，我看您面色不好，眼球红血丝密布，颈形脉妄张，您现在的收缩压估计已经飙升到180了吧？知道这个位置按重一点会怎样吗？会导致心率骤降、大脑缺血，直接休克。我带了防咬牙套，防止您一会儿激动的咬断舌，要不先给您戴上。你这是恐吓，我要喊保安！喊啊！你现在就喊！刘总，您打发我们的同时，麻烦也想想自己公司经营是否合规。我看您这公司账目，大量兼职人员的劳务报酬都是走的私账吧？这账务流程可不合规，漏洞不少哦。还有外面那几个实习生签劳动合同了吗？交社保了吗？如果又有维权的时候，我顺便把这些材料递交一下。您猜，为了2万块尾款，导致公司列入经营异常，这笔账够不够浪漫？我转，我这就转。到账2万元。谢谢刘总，祝您生意兴隆，身体健康。哦，对了，我那份写满了责任与契约的文案，确实不适合您这种缺乏契约精神的人。再见。当时我这么一摁他颈动脉，他脸唰就白了，话都说不利索。张哥，刚才公告里说的最佳换季陈列评选，真的必须是夫妻档或者家族店才能参？我也知道你盯着入口那间黄金档口很久了，可这次是市场联合品牌商搞的活动，主打家庭经营的宣传点，要求必须是亲属组队参品。你这就一个人看档口，确实不符合报名条件。我也帮你问了，不行啊。连个搭伙做陈列的人都找不到，还想抢黄金档套，做梦呢！别出去，梦姐那么要强的人，最怕别人看到她这副样子。我刚才下班路过市场，听小卖部的老板娘说了，市场搞什么最佳换季陈列评选，必须亲属组队才能参加，赢了给黄金档栋优先权。周浩撕了梦姐的设计稿，还挤兑她单身没人帮。梦姐估计正为这事儿觉得委屈呢。凭什么？谁规定做生意就得靠夫妻档？梦姐一个人把档口做得比谁都好，他们凭什么剥夺她参品的资格？世俗偏见哪有那么容易消除？但是咱们的老大，咱们的梦姐不能受这个委屈。悠悠，还记得咱们在天台上立的规矩吗？互不干涉，绝不旁观。很好，既然市场非要家庭组队，那咱们就给梦姐凑2个最靠谱的专属搭档。你懂文案审美，我懂统筹执行，咱们仨联手把那个黄金档口赢下来。陈佑，准备一下，咱们又要干票大的了。广播：本市场正在举办最佳换季陈列评选，请各商户。孟老板还没开始布置呢。听说你没报上名啊？也是，孤家寡人的，就算凑数也赢不了。我要是你，就干脆关门歇一天，省得在这丢人现眼。就是，你一个人守好自己的小档口就行了，黄金当铺可不是你能惦记的。这搭配也太好看了吧！这是哪家的团队啊？这么专业！林晓、陈佑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搭档1号，统筹执行林晓前来报道。我负责动线规划、分区陈列和效率把控，保证评委逛得舒服。
看得明白。搭档2号，文案视觉陈佑来啦！我写了主题文案，做了搭配小贴士和价格牌，保证风格统一，戳中顾客喜好。你们俩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，还特意跑一趟，耽误工作？耽误什么？我们可是来拿冠军的。你刚才说谁家没人搭伙？听好了，我们家梦姐有2个搭档，一个负责统筹落地，一个负责内容输出。怎么，你想先比一下陈列逻辑？你们这是违规！评选要求是亲属组队，你们就是室友。评选要求是家庭组队，我们就是梦姐的家人，怎么违规了？比起你们靠亲戚凑数，我们靠专业能力参票，好像更符合评选的初衷。别理他，干活。梦姐，你负责服装选款和色系搭配，这是你的强项。佑佑，你去把主题海报贴到入口处，摆好搭配卡片，我来调整货架高度和动线宽度，保证人流顺畅。15分钟，咱们把框架搭起来。各位评委老师，这边请。这个分区很合理啊，顾客逛起来不累。这个搭配文案写得好，正好戳中上班族的需求。色系过渡的很舒服，款式选的也精准，看得出来老板很懂行。您看我们这边的动线设计，本次最佳换季陈列评选第1名，梦姐女装档口。梦姐这档口布置的确实专业，黄金档口给你，我们放心。说到底还是找外援，又不是真家人，有什么好神气的？在我们的理解里，所谓家人，从来不是被血缘和婚姻框死的词语，它代表的是支撑，一种信任，一种无论发生什么都能给对方收底的底气。有人搭伙过日子是家人，我们并肩打拼，互相撑腰，就不是家人了吗？梦姐一个人撑着档口，吃了多少苦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而我和陈佑愿意做她永远的后盾。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在这个充满偏见的世界里，我们就是彼此最完整的家。只要有心，任何形式的陪伴都能养出最硬的底气，最红火的日子。这就是我的团队，超级厉害的团队！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之前在网上看过帖子，说有些踩点的小偷或者变态会在独居女性的门外做这种记号。三角形可能代表单身，画叉可能表容易下手。这破物业是指望不上了。明天我就去买2个监控装上。小小，你最近夜班尽量跟同事换换，或者干脆打车到楼下，让我在阳台上看着你上来。小小，起来喝点温水，我给你吃了退烧药了。求求，我不怕苦，也不怕累，但我真的很怕。我在急诊科每天看那么多人被送进来，有的只是下楼买个宵夜就再也没回去。我总是装作很冷血，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，因为我怕，如果我表现出害怕，那些坏人就会觉得我好欺负。昨天晚上，我听到门外有走动的声音，我躲在被子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悠悠，你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在那个没有路灯的巷子里出了事，我连个能立刻赶来帮忙的亲近人都没有，也没有人会满世界找我，我是不是很可悲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怎么会没有人找？如果有一天你10分钟没回我微信，我就会拿着根菜刀冲下楼找你。梦姐会带着全市场的兄弟去查监控。你听好了，林晓，在这个大城市里，咱们虽然没结婚，虽然都是孤身一人，但咱们现在有家了。你是我和梦姐最重要的人，谁要是敢动你一根汗毛，我陈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绝对咬下他一块肉来。你那小细胳膊小细腿的还咬人呢，伤心崩掉你的牙。你别管，反正有我在，今晚你安心睡。哎呦，我就离开一晚，家里就变成伤兵营了。梦姐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的烧退了，脑子也清醒，躲是躲不过的。那孙子既然敢在咱们门上画叉，真当咱们3个是软柿子了。
小小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找物业和社区治安队吗？证据当然要留扎实，回头一并交给物业和社区治安队。但在这之前，咱们得先给他来点物理加心理的震撼疗法。悠悠，发挥你网购达人实力的时候到了，给我下单最刺眼的强光手电、便携式广场舞大音响，还有最高分贝的防狼警报器。咱们这几天就来个请君入瓮！小小，梦姐，来看我斥巨资搞到的战术级爆闪手电筒，商品详情页写了，高达1万流明，瞬间爆闪能让一头成年野猪致盲3分钟。别说防狼了，就算奥特曼来了，也得捂着眼睛走。梦姐，你那边的重武器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妥了。这可是我昨天找白马市场居委会的王大妈借来的镇会之宝，号称小区制霸者。我刚才已经把音量调到了最大档，里面循环播放的音频是我特意找人录的治安提醒声，10几个把东大哥狂狠的抓流氓，只要按键一按，整栋楼的声控灯都能在3秒内全部炸亮。而且王大妈说了，最近小区治安不好，她的夕阳红护卫队这几天晚上都在楼下待着，说是乘凉，实则潜伏盯梢。我提前跟物业和社区义务治安队的老周打了招呼，只要咱们这儿一出动静，夕阳护卫队的阿姨们先把楼道口堵死，老周带着保安立刻就会到。干得漂亮！听好了，虽然咱们装备精良，但绝不和歹徒发生直接的肢体冲突。咱们是来固定证据，把人赶出去的，不是去拼命的。一切以合法自卫和留好证据为第一原则。悠悠，你负责在猫眼里安装高清夜视微型监控，录下他图谋不轨的证据，这是咱们交给物业的底气。梦姐，你负责操控大音箱，守在防盗门后，我负责开门瞬间的光污染输出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3、2、1 ，surprise 人渣！我的眼睛！别打，别打，我错了。小伙子，这事儿咱们公了还是私了？公了的话，我们现在就把你扭送到社区总支办，再通知你单单委和居委会。私了的话，当场写下保证书，按手印，承诺再也不踏入这个小区半步，再赔人家姑娘的设备钱和精神损失费，你自己选。我私了，我赔钱，我写保证书。再敢来，你的照片就贴满小区每栋公告栏。你们这做法太稳妥了。你的照片就贴满小区每栋公告栏。你们这做法太稳妥了。不硬拼留证据，靠大伙帮忙，这就是咱们老百姓自保的标准做法。回头我跟社区说，给你们评个平安示范住户。吓死我了！我刚才拿监控的手都在抖。不过看到他滚下去的那一刻，真的是太爽了。那是，这叫恶人自有恶人磨。咱们不惹事儿，但也不怕事儿。悠悠，梦姐，咱们用这购物卡去买几瓶康老精华吧，马上就到我的生日了。姐，您平时在医院上夜班，肯定经常熬夜吧？您看这灯光下，您眼角的干纹已经开始向真性皱纹发展了，还有这法令纹，苹果肌也有点下垂的趋势。女人一过25岁，胶原蛋白就断崖式下跌。您马上就30了，这套逆龄骨胶原最适合您这种熟龄肌。虽然一套要2800，但投资在脸上的钱怎么算都值，不然以后被叫老阿姨多吃亏呀。2800，就这几瓶抹了也回不到18岁的化学溶剂。小妹妹，少拿这种制造焦虑的话词来忽悠我们。我妹妹这叫战斗纹，是救死扶伤熬出来的勋章。梦姐，其实我也觉得，我好像真的老了。老什么老？你们以为花2800买一套护肤品就不老了？真正的年轻，不是脸上没有皱纹，是心里那团火还没灭。走，既然这高端商场容不下咱们的熟龄肌，咱们就回老小区，给小小办一场真正的18岁生日派对。来来来，装备带好，别端着了，跳起来！佑佑，你这造型也太辣眼睛了！懂什么？这叫复古复兴。哎呀，我的老腰！别动，梦姐，我给你拍点药。佑佑，你去搬椅子摘假发。其实仔细想想，30岁也没什么可怕的。20岁的时候，我连房租都交不起，遇到医闹只能躲在厕所里哭。现在我快30了，
我有了存款，有了在这个城市立足的本领，最重要的是，我有了你们。比起20岁那具年轻但充满惶恐的躯壳，我更喜欢现在这个虽然有皱纹、有白头发，但能扛事儿、有底气的自己。敬底气，敬咱们无坚不摧的30岁！里面的3个租客，给我听着，我是房东，赶紧开门！大半夜的报丧啊，周老板，你这敲门法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抄家的呢。哼！哟，还过生日呢，挺有闲情逸致啊。行了，别整这些没用的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给你们1个星期的时间，下周5之前全部搬走。搬走？什么意思？周老板，咱们半年前刚续建的合同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租期还有整整2年，你凭什么让我们搬走？凭什么？凭这房子姓周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咱们这片老小区马上要进行局部商业化升级改造，前面那条街要建个大型商超，开发商看中了我这套房的位置，要租下来当项目指挥部，租金比你们给的高3倍，我凭什么放着大钱不赚，租给你们这3个女人？那也不行，凡事讲个契约精神。根据相关规定，买卖不破租赁，更何况你这只是转租，就算你非要违约让我们走，按照合同第10条规定，你也必须提前1个月通知，并赔偿我们3个月的违约金和全部搬家费用。哎呦呦，还跟我背起法条来了！少拿那些破纸来吓唬我！违约金我1分钱都没有。我把话放这儿，这房子下周我必须收回。你们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赖着不走，我下周1就找人把水管掐了，把电闸拔了。我倒要看看没水没电你们怎么活！你干什么？周海什么？管好你们家这只母老虎！记住，就1个星期。下周5我来清场，要是还有1件垃圾留在这儿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以为我拼命干活，总能在这里站稳脚跟的，怎么连个租来的地方都留不住呢？对不起，小小，把你的生日搞砸了。哭完了吗？这房子是周海的，但咱们签了合，白纸黑字，他以为咱们是3个单身女人，就活该被他找茬。我林晓在急诊科连死神手里的人都敢抢，我还能怕他？佑佑，你刚才说的那个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他刚才扬言要断水断电，这属于暴力驱逐，侵犯了我们的居住权。而且他把纯住宅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租给商用，可是违反规定的。如果是违规商用，居委会和有关部门肯定不会坐视不理。我这几年在市场认识不少做中介和搞装修的熟人。周海这几年为了多收租，把这栋楼上面几层偷偷改成了群租房，承重墙都敢敲。只要我能拿到他违规改造的证据，这事儿他就绝对不敢闹大。好，兵分3路，佑佑，你负责查阅所有相关的案例和规定，写一份无懈可击的维权声明。梦姐，你负责发动你的人脉，把周海那些见不得光的烂账全给我挖出来。小小，那你负责什么？我去请一位大人物，我之前连熬3个大药，把这位德高望重的赵老从鬼门关拉回来过。他老人家可是咱们这片社区委员会的泰斗。周海不是想玩黑的吗？咱们就让他看看什么是正道的光。周海是吧？你想强行毁约？赵老，您别听他们瞎说，他们3个租客，这就是在阻碍城市进步。进步？违规改变住宅性质算进步？强拆邻里居住权算进步？赵老，根据相关规定，擅自将住宅改为商业经营，不仅违反公约，还需要向有关部门报备审批，否则属于违规经营。我们已经向物业公司查实，周海先生在未经备案的情况下，私自改动了承重结构，开设了群租房，且消防通道常年堆积杂物。这是我从装修公司拿到的报价单，周先生。您为了扩建项目部，把承重墙打断了，对吧？我认识市建设局的老张，昨天已经把照片发给他了。您猜猜，如果您这所谓的项目部还没开业就被勒令停工整顿，还得背上一大笔违规装修的巨额罚款。而且，周先生，您这面色偏红，心律不齐，伴随轻微的震颤音。您平时抽烟、喝酒、熬夜，如果您再这样因为贪欲过度激动，导致调血压、仰脑出血的话，可能直接就变成急诊抢救室。我是护士，救人是天职，但我并不保证能把你救回来哦。周海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诚信是立身之本。你这房子如果不按照合同赔付违约金，私自断水断电，那性质可就变了。到时候不仅赔偿，怕是还得进去关几天。你这项目部的生意还做得成吗？
我按合同赔付违约金，给他们搬家费。不仅要赔，还要赔得体面。我们要在这儿住到合同期满，或者找到同等条件的新房。在这之前，水电费、物业费1分都不许停。不错，学到老，用到老，用法律和知识保护自己，这才是新时代的女性。我们赢了。是啊，这不仅仅是赢了一场租房纠纷，我们证明了一件事：只要我们足够专业、足够冷静、足够团结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。走，既然房东赔了违约金，咱们今天就去买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吧。什么？买一个能把我们3个名字都写在房产证上的，属于我们的乌托邦。这就是我们的家。不仅是家，那间采光最好的是你的书房，2楼那片是我的小服装工作室，小小你那间带独立洗手间，以后你在值大夜班回来倒头就能睡，没人吵你。以后再也不会有房东来敲门，不会有奇怪的红色标记，不会有随时被踢出门的恐惧了，是吗？再也不会了。其实我一直挺怕的，我怕30岁，怕皱纹，怕在这个城市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现在呢？现在我只怕你们俩以后抢不过我的零食。对了，关于我们要不要结婚这个问题，我发了一条微博，记录了咱们这1年的故事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点赞量破了10万，评论区里全是跟我一样的大龄单身女青年。他们说看到我们突然就不怕30岁了。所以咱们不结婚，不是为了对抗谁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心理缺陷，咱们只是选择了一条更有挑战也更自由的路。这条路上虽然偶尔会有大雨，会有奇葩，但只要有你们在，咱们就是最强的战友。敬我们，敬这座属于我们的乌天邦，敬这座属于我们的乌托邦。